大家好，我是大伟。站墙功是一种非常古老且非常实用的锻炼方法。新手2分钟你都坚持不了，你就会感觉全身上下就绷得特别的紧，而且特别的累，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非常的累。老手呢，一般是10分钟到15分钟，站完以后就会感觉酣畅淋漓，全身上下这个都被汗给淋湿了，而且呢，出完汗以后还反而感觉特别的精神。我认识年龄最大的一个站墙的老人呢，已经是97岁的高龄了，每天都坚持站墙，而且是雷打不动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的硬朗。其实我告诉大家，每天站墙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全身的代谢循环，而且很多人通过站墙让自己的身材越来越苗条，身体线条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会把这个站墙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每天坚持2到5分钟就够了，时间可以随着你的练习次数慢慢增加。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咱们站墙有2个步骤，叫做先贴再伸。贴是哪里贴呢？我们的身体贴，我们的五指贴具体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墙面，我们首先把身体贴上去，你看脚后跟这里贴上去，然后呢我们的腰部这里这个位置你看贴着我们的墙面，同时呢把我们的下巴注意看我的下巴你看向内收紧，向内收紧用我们头脑的这个位置贴住墙，向内收紧。此时呢，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他这个头只要一贴了脚一贴了，这个腰部就这样了他腰部臀部贴不紧，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他这个小腹他收不进去，所以呢，我们前期贴的时候就把小腹内收，这个位置你把它向内去按，向上去提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我们的后背腰部逐渐就能贴上去了没有贴上去的也不用担心，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去做，逐渐的就可以了。好，当我们完成了身体贴的过程，开始把我们的手要怎么样呢？五指像我这样先并起来，然后五指向上伸，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往后去触碰。好，这个呢五指当你能全部碰到墙面了以后，你看就像这样，碰到墙面了以后，我们开始全部贴好了，就要开始伸。伸是怎么伸呢？你看就要去想象手被人拽着往上去拉，然后呢腿部腰以下被人拽着往下去拉，形成一个分段你要去有这种感觉，手使劲往上去撑，手指贴着墙面，然后呢脚呢又被人拽着往下拉，就这样保持住。这个动作你看似简单，只要你像我一样把这个撑给撑好了，五指贴住，然后呢身体贴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做个2分钟到3分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做完了以后哇，你整个后面包括你一些意想不到的肌肉全部都在发力。然后呢你做完以后你再活动一下身体，你会发现身体突然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我是跟大家表达不出来，大家做完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是非常舒畅的一种感觉。包括很多人他因为经常久坐，他的这个姿态都是这样你做完以后你再想这样你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极大的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撑起来了。就这样每天去练一练。好，保持一会儿你如果刚开始的话，你保持一个30秒、40秒都可以，因为这个动作确实很累。好，当你40秒保持完成以后，起来活动活动，舒展一下，感受一下这种感觉，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做。你坚持练一练，一天就能从2分钟到达5分钟，5分钟再往10分钟上面去努力坚持我认识的这个97岁的老人他每天都能做10分钟以上，连打不动的去做，而且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好。这个动作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比如说代谢循环不好的、经络打不开的包括他这个体型稍微偏胖一些的，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的性。每天你只要抽出5分钟的时间去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它的好处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得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后背是不是越来越厚了？你的肩膀这里是不是越来越鼓了？啊，脖子这里看起来越来越短了。每天都感觉啊，整个后背啊特别的沉重，就像背着一个书包一样。而且呢，用手摸着这个脖子这里啊，都会感觉僵僵木木的。如果我说对的话啊，你给视频点个赞。我今天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不用跑，不用跳，你就在家里面，只要背后啊，像我这样有一堵墙，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的身材啊变得更加的挺拔。而且啊，我要告诉你，当你第一次尝试跟我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身上的通道啊被打开了，浑身上下都特别的舒服。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站墙的一个方法告诉大家。这个站墙动作非常简单，不仅能够快速打开我们的身体，更是练习体姿体态的一个基本功。我们需要借助墙的平面啊作为一个参考啊，把我们的身体啊完全的靠上去。你看，先从脚开始，脚靠上去，然后呢，把我们第二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腰部啊贴上去。很多人啊，他说，哎，我这个腰部啊贴不上去，为什么呢？啊，我这个臀部啊比较突出啊，我腰部贴不上去。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小腹啊，注意看啊，小腹往内收，小腹往内收，你的臀部它就会下沉。啊，然后你收的越紧，你这个腰部啊贴上去就越明显啊。你看，来一步一步来，脚后跟先来，然后我们的小腹收紧啊，然后呢再把我们肩膀看这儿啊这儿，两个肩膀全靠上去，最后是我们的头部，头部是哪里呢？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块啊，全部贴在这个墙面上啊。来，大家做一遍啊，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啊，脚后跟贴上去。腹部啊，给它收紧，使劲的往里面收，两个肩膀啊，使劲的贴上去。好，把手就这样摆好，头也贴上去。就单单是这个姿势的保持，你们或许会看起来很轻松啊。就单单这么保持个30秒到1分钟，你会发现啊，就非常的累。因为所有的发力啊，你们是看不见的，它和动作不一样。我做任何的动作，它是有发力的规律可循的。但是做这个动作，它是静态发力，你们看不见发力。所以呢，你怎么去确定你是不是做了标准啊？你的大脑要给我们的整个身体做一个扫描。我们把动作做好。好，来跟着我一起念口诀，脚有没有贴啊？贴住了。好，来检查你的小腹有没有贴。好，小腹收紧了啊，腰部贴住了，来锁紧这两个地方，然后双肩有没有贴？好，双肩也贴住了。好，最后我们的头脑有没有贴？好，也贴住了。好，全部都贴住了以后，开始把我们的手干嘛呢？你看，慢慢的往上去抬，抬完以后，你看，去啊进行一个这个动作。好，再开始沿着平面啊去慢慢的往下啊下到最底啊下到最底。你会发现，你的手越靠近你的身体，你的腹部需要用的力量就越大，否则的话，你人就崩了啊！崩了是什么样呢？你看，一崩人就这样啊，肚子全部顶出来了啊！所以呢，它所有的动作都在练习你的一个腹部，包括帮助你的整个背部啊，重新把这个结构啊给打开。好，我们继续来走大家跟着我去做。好，往下放下。慢慢的做，我们所有做的啊，都是你的手背啊、手臂啊，都要贴着墙面去做这个动作，啊，以我们的这个墙面为一条基线啊，把它身体啊完全打开。好，慢慢的，你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啊，感觉到你的后背有些地方啊是非常的酸，有些地方非常的胀，也有些地方非常的舒服。其实呢，这个就是在矫正我们整个背部的一个力线啊。做起来，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啊，不要做时间长，就做上一个2分钟到3分钟。你会发现刚开始确实挺难的，但是呢，逐渐做完了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就逐渐的开始轻松了。好，因为视频的时长关系啊，咱们演示就演示到这里。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2到3分钟的时间。同时，你做了这个动作感觉好的、有用的，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并且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到位的，随时打开反复去观看。我是大为，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获取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每天你只要做上5分钟，就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增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代谢，把身体当中不好的一些杂质啊全部代谢走。
这个动作呢，是一位96岁的老先生啊教给我的。他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啊，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一个好处，不仅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更加强壮，而且96岁的年龄啊，整个人看起来啊非常年轻，就像80多岁一样，身子骨啊非常的硬朗。我看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我自己也练了，非常的实用，所以啊特地来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做完以后浑身上下冒汗发热的，经络感觉打开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啊收藏下来，跟着我啊一起去练。好，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基本功。我们需要借助一堵墙，然后呢整个人啊先贴着这个墙。贴墙站呢它是有讲究的啊，双脚要并拢，然后同时用我们的脚后跟紧贴着我们墙底的一个贴脚线，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腿后侧、臀部以及我们的腰部啊、背部啊，尽可能的就是吸附在这个墙上。你要感觉整个人啊贴在墙上一样，让你的小腹啊使劲往里面收。当你完成了这个准备动作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啊。动作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双手啊向上伸展开来啊，伸展开来。我们把我们的后脑啊贴在墙壁上，用我们的这个4个手指的指腹啊，你看我这个手4个手指的指腹，尽可能的啊贴在这个墙面上，就这样保持住。好，这个动作呢，你看起来的时候啊是会比较简单的。但是你像我就这样啊，静静的站直，保持住，你会发现啊，不到1分钟的时间，你的额头、后背啊就开始出汗，同时呢，腹部发酸，整个手上和脚上也会微微的发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了这个站姿，我们快速的打开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像很多人啊，身体不好的，体质啊比较虚弱的，甚至啊感觉自己的后背啊平常比较驼着的，不够挺拔。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的练习啊，来快速的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现象。那么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刚开始你去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个细节去做好。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啊，他看着是一样去做，但是啊，他这个手一摆，哎，然后这个肚子就怎么样了？哎，往前一顶，顶出来了啊，然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姿势啊？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姿势。啊，这个时候呢就错了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到什么呢？身体啊靠着墙，啊，尽可能的让身体啊先体会到这种吸附在墙面上面的感觉，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用我们的4个手指的指腹啊贴紧墙面，手臂也尽可能的靠近墙面，就这样，静静的站一会儿。想象一下啊，这个身体呢被分成2节啊，然后上面的身子啊往上去发力，下面的身子啊往下去沉啊，有一种被从中间拉开的力啊，手不断的向上去探索啊，就这样静静的保持住，然后慢慢的调整呼吸，来吸口气，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吐出啊，就这样静静的去站。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前期啊，你站个30秒到1分钟，感觉身上微微发酸了，休息一下，然后呢休息一会儿再站一下，一天站个3到5次，慢慢的我们把时间延长，把次数缩短。那时间从刚开始的1分钟啊或者30秒啊，变成了2分钟到3分钟，次数也由原来的5次啊变成3次2次，最后变成了什么呢？一次我们站上一个5分钟的时间就够了。一天你只要站5分钟，身上的经络全部打开，而且你只要能够坚持站上1个月，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啊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经常讲啊，百练不如一桩。这个桩功啊，在道家养生当中也是非常受人重视的。很多人啊，每天必练一桩，而且练完以后啊，会感觉浑身啊都非常的舒服，整个人的气血状态和精神状态都达到一个极致。那我们之前讲过，道家的核心是什么？叫做形意定啊，就是在桩功的时候，你必须满足这3点。形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出样子，用样子啊引导气啊。意呢，就是在调气的同时啊，让我们的意念啊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类似于以冥想啊打坐，然后在这个意之后呢，达到一个定
定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状态了。这个时候呢，身体里面啊，它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调节啊。那今天呢，我们先讲这个庄公的形，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平衡庄。什么叫做平衡庄呢？这个平衡庄啊，它其实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讲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老了以后最怕什么？最怕摔倒，对不对？你走路走得好好的，啪摔倒了。你老年人呢，本来他这个恢复速度就慢，所以他一旦遇到摔倒了以后，长达数月的卧床不起啊，对于身体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呢，这个平衡庄啊，一方面它能锻炼我们的平衡，第二方面呢，它这个庄公由于它的体式的特殊，对于我们整个肝经的疏导啊，也能带来很好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在站桩的时候啊，能更好的激活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平衡能力，激活到我们深层的一些肌肉的一些调节，对于我们身体的循环、一些深层肌肉的刺激，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衡桩怎么去做。这个开腿平衡桩啊，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首先啊，我们要先自然的站直啊，站直了以后呢，这个腿啊要做一个四字形的啊，你看，把我的腿啊敲到另一个腿上，然后把这个膝盖往外，哎，你看打开。打开了以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一个单腿的独立。单腿独立做完了以后，把手啊可以打开，掌心朝上。同时，我们的眼睛啊，如果说你的平衡能力好的话，可以闭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平衡力啊，是带来一个更大的刺激。但是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的话，请把眼睛啊睁开来，一定要睁开来。然后呢，往我们的前上方去看啊，往前上方去看。那么这个姿势我做一遍给大家看啊。首先把这个腿啊打开。啊，这个腿打开，你看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肝经，哎，你看完全暴露出来了，呈现了一个拉通肝经的姿势。然后呢，我们要慢慢的啊，就是要把身体啊站稳，稳住了以后啊，开始缓缓的把手伸直，伸直了以后啊，这个掌心一定要朝上，好，然后慢慢的抬头挺胸，保持住平衡，好，慢慢的让身体啊稳定下来，调节呼吸，缓缓的吸气，缓缓的吐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平衡桩啊就达到了。好，这个桩功啊，我们一般啊建议一天是练1到2分钟啊，你不要练习时间过长。对于中老年人，比如说65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啊，身体的平衡能力啊也不太行的，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依然可以练，但是我们要借助一些道具。什么道具呢？就是说你在家练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手这里啊有一堵墙啊，我们用手指点上去，然后呢，手指点上去不是有个力吗？就借助了。你要如果感觉不稳了，我们这个手一撑就撑住了，对不对？就你要借助这个强的力去做啊，千万不要身边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去做啊。其实很多人的平衡啊，它就在于点，就一点力。哎，比如说我站到这边，对吧？只要外力啊给我一点点的力量，哎，我立马就不平衡了。相反，我们需要平衡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借助一点力，你不用这整个扶到墙啊，我们只借助一点力。记住，这边有个墙是你的一个保障。当你站不稳了，身体往墙靠，手一撑，哎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我们在练习完，比如说我这个啊，右腿是分开的，对吧？做了1到2分钟，2到3分钟啊，感觉差不多了，我再把我的左腿啊分开，再练一下，练一下这个平衡桩。啊，整个人你在手掌朝上的时候，胸口是挺直的，眼睛啊朝上方看，对于我们整个脊柱啊，对于我们整个后背啊，对于我们腿部的肝经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桩功啊是非常好，经常练一练，你走路起来都有劲，而且呢，这个平衡能力啊会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桩功啊，大家可以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一练。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可以把这个视频啊收藏，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锻炼和养生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微动。那这里的微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站桩。站桩啊，自古以来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强身健体的一种养生方式，而且很多朋友啊，通过站桩啊，让自己的身体啊回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站桩啊，也有一种说法啊，叫做百练不如一桩。这个桩功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要素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桩功，就是道家的轻松桩。你听它的名字啊，就是站完以后啊，你会浑身放松，特别的轻松。咱们现在人啊，很多人啊，这个腰背肩颈啊乏力啊，或者说腰背酸胀啊，这个腿上没有劲啊，你每天啊就把这个轻松桩练一练。
练完以后啊，这个身体状态啊就会回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你自己可能都不敢相信。那么大家现在呢，先点个赞，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随时啊打开以后就能看到。而且呢，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先点波关注。好了，我们马上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轻松装，然后动作演示，大家看一下。好，那咱们在做动作之前呢，一定要讲一下这个轻松装和我们常见的这个混元装啊，还包括两仪装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轻松装啊，它讲究的是什么呢？一个动啊，它这个动啊幅度不大啊。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呼吸去调节啊。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这个心啊会非常的静。做完以后啊，身体上会非常舒服啊。我们双腿啊打开，打开以后呢，腿啊还是呈一个微曲状，微微弯曲，双手啊叠住啊，叠在一起，叠住放在我们的小腹上。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姿势啊调一调，腰背肩颈啊，你要感觉是在一个直立的状态啊，千万不能是弯着腰去做啊，就驼着腰啊，这样不行啊。腰背肩颈直立了，手放在我们的小腹处，眼睛呢目视前方。好，慢慢的啊，先吸气，调呼吸啊，吸，吐，吸，吐。大概3到5个呼吸之间，你感觉啊，身体上面慢慢的安静下来了啊，这个姿势啊保持住了，然后开始把我们的手啊，它是一个引导力啊，手往内按，同时收小腹。你记住，你的手呢就相当于一个引导的力，你手往内按，这个肚子啊叫往内收，手往上提，这个气啊叫往上跑，所以这个手啊非常重要啊，手往内按，小腹内收，手往上提，气往上走。走，然后慢慢的啊，你看到胸口再想提不是很难了吗？慢慢的啊，把这个手啊转过来，转到头顶，分开，好，回到我们的腹部，再来，手往内按，停，好，到我们的头顶，分开。注意这个分开的时候啊很重要啊，很多朋友分开就这样就下来了，就它是什么呢？你这个手啊，它要成架子啊，到头顶以后，你看这个手肘啊要完全打开，腋下暴露出来，下来啊，你千万不要到头顶哎就分开了就不行了，你要有一种感觉到，虽然练的是前面，但是我们的后背肩胛骨是完全处于一种收紧的状态啊。就是说它是松中带紧，你看站桩嘛，身上要放松，对吧？腿微曲啊，松中啊带着紧，紧中呢又带着松啊，它是一股劲啊，所以我们来往上吐气，到头顶下吸，再来吸。到胸口的时候就开始吐了啊，吐，好，打开，吸，吐，啊，动作一定不要快啊，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很慢，呼吸啊可以自然调节，就是自我的一种呼吸方式啊，没有必要说是。你就某一个动作就全部吸，某一个动作全部吐，那你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乱。它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让你放松啊，整个人放松啊。那我习惯的呢就是吸到胸口吐，然后上来，然后吸吐吸吐。你的呼吸啊，我一般3个呼吸啊，就是吸吐做3次啊，一个动作一套下来啊，一般做一个就是5套。啊，一个动作就结束了，大概在10分钟左右。那么大家呢，根据自己速度的快慢去调节呼吸。这个呼吸啊，它是不讲究的啊，你一定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如果你的呼吸过快啊，那么你又讲究呼吸又过快，你的动作就变形了。所以你的呼吸可以跟着动作走啊，来慢到头顶。你可以在某一个动作节点，什么叫动作节点呢？比如说我到头顶，我就感觉这个后背啊特别的酸。哎，在这个动作它是一个节点啊，后背特别酸，那我就在这儿不动了，放松，保持一个1到2分钟啊，然后慢慢再下去，啊。
所以这个动作里面的讲究呢，其实也是有一点讲究的啊，大家注意了啊，找好节点，如果在某一个点特别的舒服又酸又胀，你就在这个地方保持一会儿，再把这个动作做完啊。每天你去做一个2到3套，这个一套多长时间呢？根据你的状态走。有的朋友啊性子急，他一套做得很快，你看就比如这样，他很快，能不能健身，能不能强身也能啊，但是你的心静不静呢？不静，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啊做完以后啊，他在做的时候啊头上就开始出汗，啊，非常细的汗啊，然后后背也开始出汗，做完以后啊，整个人这个身体啊就非常放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动作的尺度啊。这个尺度是谁来把控的呢？是你自己的感觉啊。你要有这种感觉，你就能把握这种尺度。把握住尺度以后，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尺度去走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坚持去练一下这个道家的轻松桩。练完以后啊，真的浑身上下会非常的舒服啊。大家练完以后就知道了啊。如果说感觉好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么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波。大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啊，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